满江红最大的观影感受就来自于影片中的一老一少两个人，老毋庸置疑是已经年届72岁的导演张艺谋，在电影领域至今依然足够勤奋，饱含热情，特别是近几年来始终保持高频率高品质的作品产出，令人敬佩。此番满江红又一次尝试了突破性的题材与类型，大概在导演的内心始终住着一个精力充沛的少年吧。毫无疑问是影片中最年轻的领衔主演易烊千玺，虽然至今已经出演了6部电影作品，但细查年龄才刚刚22岁。区别于既往的出演，此番他在满江红中担纲的角色孙军完全褪去了所有的少年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稳重的易烊千玺。思至此发现，人的生理年龄与其艺术活力与生命并不挂钩，更多的是关乎内心的理想，关乎精神世界的能量。我们常说的大片之大，不仅仅是投资和场面，更是来自于想象空间，剧情、角色、演员都能赋予一部电影更多的延伸之美。或许我们可以从易烊千玺的身上来探究一个演员的刀锋究竟是如何磨砺而出的。易烊千玺是目前新生代演员在大荧幕中诠释少年角色最多的一位，无论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还是去年贺岁档的奇迹笨小孩，这些少年各有性格，各具神态，但都被易烊千玺演绎的鲜活走心。若一个角色成功是偶然，那么每个角色都能成功，就是努力加天分所成就的必然。本来易烊千玺可以一直演各种少年角色，这无疑是最信手拈来的舒适区，但当满江红的人物海报发布之后，已经让影迷们惊掉了下巴。在观影满江红更近距离的熟悉了那个冷酷果断的副统领孙军之后，或许才真正懂得，相对于表演的不设边界，演员勇于破圈的胆量更是破釜沉舟般的决绝，却也从此撞开了更广阔的天地。这大概便是我们常谓不破不立。张艺谋导演说，筹备满江红，易烊千玺是首选，即便后来导演突发奇想要改喜剧，也因此而邀了一批优秀的喜剧演员来出演，但易烊千玺始终未动。用张艺谋导演的话说，中国电影需要新力量，希望大家从影片中看到不一样的易烊千玺，看到他的肃杀、萧瑟、孤独以及酷和隐忍。说话向来谨慎的导演能有这样的评价，看来是真的满意。或许这些形容词也可以助我们更精准的理解此次满江红中的孙军，这是一个很难被简单定位的人物，在这样一个遵循三一律的电影之中，却有着很强的故事张力。从开篇的冷酷沉稳到瞬间的杀伐果断，以至于后来随着剧情的进阶，表情中开始有了明显的情绪波动，直至后来还有层次丰富的落泪戏份。在满江红的整个事件中，孙军无疑是有人物弧光的，他的形象从开场便被定位，沉重的铠甲、毛糙的胡须，还有脸上醒目的刀疤，虽然年龄不大，但很显然已经是久经沙场。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始终如满江红的剧情一般，看似简单耿直，实则深不可测。易烊千玺饰演的孙军也完全是这条悬疑线的伴随式表达。易烊千玺的表演一如既往的稳，想起满江红预告片刚刚曝光时，大家在惊讶形象颠覆的同时，也被他狠厉的眼神惊讶，因为这个角色几乎与他本人毫无关系。观影之后再回想，其实孙军一角表演难度很大，毕竟他的身份与动机埋藏着太多的未知，而他的情绪与肢体又蕴藏着许多的线索。基于不剧透原则，我们先不去讨论孙军这个人物究竟是从始至终的底牌，还是在遭遇一系列变故之后逐渐的转变，但这个人物却是典型的韬光养晦间，练成狠角色。在整部满江红中，孙军的台词不多，属于典型的不苟言笑。由此在表演上，易烊千玺用表演赋予了孙军这个人物很多的细节，如眼神的变化、面部微表情波动等等，来凸显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这些细微之处又伴随人物的命运有着渐进的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是，他的眼神也从肃杀冷酷渐渐有了一丝丝的悲悯，而这个人物体内流淌的血也由凉渐热。当然对于观众而言，不会也无需关注这些细节，但却能轻易的感知到这个人物在命运的颠簸中投射出的微光。孙军这个人物犹如他手上所持的那把刀，初始只以为是简单存在，却未料逐渐锋利，终达热血沸腾，一路见证易烊千玺的成长。如今的他与19年刚从流量转型过渡时的状态有很大的不同，被几部大电影作品的加持之后，他的踏实与决心大家更是有目共睹。从不愿待在舒适圈的他，早已与同生代演员拉开了不小的距离。随着满江红票房大卖，易烊千玺成为首个零后150亿影人，确实非常了不起。多少成名已久的资深演员排了一辈子戏，可能连易烊千玺1/10的票房都没有达到，可易烊千玺在20岁出头的年纪就拿到了150亿总票房，也算是电影界的一大奇迹了。
回看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点，全部都是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作品，票房全部超过了10亿，豆瓣评分全都高于7分。有网友说易烊千玺会挑剧本，没有挑到一部烂戏，当然也不一定是易烊千玺自己挑的，也可能是他背后的公司挑的，但不管是谁挑的，起码易烊千玺目前没有主演过一部烂片，必须点赞。大家想一下，电影界这么多大咖，成龙、刘德华、周润发、周星驰、吴京、甄子丹等，他们都接过烂戏，当然这很正常。可易烊千玺现在还保持着主演电影全部都是票房口碑双丰收的记录，这非常难得。包括这一次的《满江红》，豆瓣评分已经出来了，拿到了8分，相当高的分数。票房方面也完全不用担心，上映几天就快10亿票房了，必然又是一部爆款。且不说30亿、40亿、20亿，总该没问题吧。所以不得不承认，易烊千玺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年轻演员，可以说在年轻一辈演员中，他应该称得上一骑绝尘了。就在易烊千玺大获成功的同时，我们又会不自觉地想到他的2个队友王俊凯和王源。王源就不多说了，因为他的主要身份不是演员，而是音乐人。主要还是来说说王俊凯，跟易烊千玺一样，单飞后王俊凯也朝演艺圈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王俊凯的发展明显跟不上脚步，也主演了好几部电影，但是口碑票房都不怎么样。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王俊凯最好的一部电影作品就是《万里归途》，票房15.93亿，豆瓣评分7.4分。至于其他电影，没有一部高票房高评分的，甚至多为烂片。也就是说，王俊凯能拿得出手的就只有一部《万里归途》，怎么能跟易烊千玺的部部爆款相比呢？想当初3人在一个组合里，王俊凯是核心人物，易烊千玺和王源都是他的弟弟。本以为单飞之后王俊凯会一路领先，结果没想到他不仅没有领先，反倒落后易烊千玺一大截。可以看到王俊凯这几年也很努力，大概他也意识到自己落后太多，想尽可能的赶上来。可是目前他跟易烊千玺的差距太大了，如果他能追上易烊千玺，那才真叫一大奇迹。